都齐了，还真有啊！我跟你说。滚元宵可不就是这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涛。这不元宵节到了吗？媳妇买了各种坚果，让我做这个元宵。哎呦，我不会做，这不咱现学现卖，直接做成。说到这个元宵啊，和这个汤圆其实都差不多。元宵呢是用滚的，汤圆呢是用包的。不过今天不论是汤圆还是元宵，单纯的做这个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。依稀还记得上次端午节咱做了这个烤粽子、铁板粽子，咱今天呢也要与众不同。这个滚的汤圆留着晚上给他们吃，中午呢咱就来做个大不一样的火锅汤圆。这个是上次吃剩下来的腊肉，咱呢就用这个做馅。先把腊肉切片，腊肉下锅煮开，再把它给捞出来，剁碎。这个里面还有一点刚才做元宵剩下来的一些料，如果不用的话怪可惜的，得把这个肉全部放进去一块滚，这样做出来肯定会更香。腊肉是咸的。刚才元宵是用滚的，咱这次呢，这个咱用包的，包汤圆，用米粉呢直接和好，然后像包饺子一样，包包子一样，把它给包进去就可以了。包好团一团，有点不好看，但是呢不影响味道。汤开了，全部放进去。这个汤圆熟的还蛮快的，已经浮上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？牛肉丸一边浮了就能吃了。红红的火锅油，再配上这个白白的汤圆，希望不要成为黑暗料理。我感觉这个整个有必要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挑一个小的。这个小的是熟了的，真的是什么馅儿，它就是什么味儿。糯米面吃起来差一点口感，不能这样泡着。汤圆泡久了它就全烂了，像粘豆包一样，黏黏的。臭臭的，我现在是高兴的，高兴的是元宵汤圆我都可以信手拈来，不高兴的是这个火锅汤圆，感觉比上次那个端午节吃的铁板粽还有一点怪。我这有一个火锅丸子，和这种差不多，那个应该不是糯米面吧？哇，它里面确实是那个腊肉的味道。我想这点蒜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是我多亏是火锅煮这个元宵，而不是拿元宵包这个火锅里面那个火锅油泡的东西。或许那样会好吃一点。这个东西真的噎得慌。
最后一个，这个东西吃起来不舒服，不建议大家去做，口味比较怪，还是石山老祖宗留下来的正儿八经的元宵。还有呢，就是元宵汤圆不宜多吃。